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我说过多少遍了，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而且你还得给我守住阵地。军座，丢了阵地，我哪里吃饭？哼！哎，军座，你怎么来了？我把军部搬到你这儿来了。军座，这炮火太猛，你还是回去吧。薛长官命令，所有集团军的指挥部都要前移20公里，所以我只好搬到这儿来了。情况怎么样，军座？ 这儿简直就是活地狱啊！我得赶紧走，我得赶紧走。指挥部和前方取得联系。是。我已经。师座，人已经全没了，但是电话线完好无损。和曹先岭取得联系。是。 喂，曹先岭，曹先岭，曹先岭，喂，师座，没有人接电话，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是。我的任务是来送弹药的。 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喂，哎，师座，有人接电话了。
老袁，袁团长，我是方先觉。团长已经阵亡了。你再说一遍。团长阵亡了。那营长呢？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你们还有多少人？都死光了。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我是活着。喂，说话呀！还有几个杀病号。你是谁？叫什么？我是警察。警察？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不行，你不能下山。为什么呀？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御史师长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一个中国男人在阵地上就应该打仗。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可我……喂，我怎么就当连长了？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连长。谁是连长啊？曹县岭上就剩下10几个喘气儿的了。师长，要不要同师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天快黑了，鬼子也需要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1个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曹县岭。貴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ここで貴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必ずや総カレー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敵を取ります。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はい。连长，哎，这儿呢。哎。起来呀！这是上面任命的新连长。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是呀，得听指挥。哎呀，你们好，连长好。连长，我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啊！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是啊，连长。哎，连长，快坐下吧。来，是啊，连长，坐吧。对，坐。哎，老哥，不，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好，坏鬼子的荷枪的。有道理。那赶紧坐。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可能已经牺牲了吧？哎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这说走就走了。什么声？
鬼子，鬼子啊！好，快快快快，我躲起躲起！连长，走！小兄弟，哎，你们看，我缴获了一挺鬼子的机枪。小兄弟，你没死啊？你才死了呢！哎，你看，哎，这枪真漂亮。啊，是啊。哎，连长呢？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他是连长？怎么了？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愿当？我这叫临什么？临危受命。临危受命。临危受命？嗯。拿过来我看看。拿过来。啊。嘿。挺沉啊！我拿着，我拿着。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第一指挥官叫什么名字？道岳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岳四郎指挥的第60团。道岳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什么郎？道岳四郎。道岳四郎，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そう彼はまだ落ちんか。今だ。敵はどの部隊だ？シダの精鋭部隊第8軍。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我が第6師団にとって初の好敵手だ。ああ、シナ軍がこれほどと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彼を落とせと。はっ。委座。什么情况？入夜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委座，您早点休息吧。啊，大家都休息吧。好。丸一日何の進展もないのか。はい。東の港湾は一度は落としたものの、再び敵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湘北の戦闘はもっと激しく、佐藤大隊の中隊長2名が死亡。湘北で我が軍と戦っているのはどの部隊だ？第8軍で長沢李玉堂。バンカレーの戦いでは、この軍に我が軍の一連隊が潰されました。弱小の中国軍に足を引っ張られるとは。青木、明日各部隊に攻撃を強化するよう伝えろ。東側の部隊は50キロ前進、湘北の部隊は30キロだ。はい。
小吕，小吕，小吕，小吕！连长，你想哭就哭吧，别憋着。昨天我也哭过了。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小吕。 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哥给你报仇。 一定报仇！一路走好，兄弟！我々の敵は手榴弾と火薬で配備間もない戦車を潰した。このような敵を前に貴様らの武士道戦士は奮い立たぬか。陛下のためなら命を捧げます。 老兵，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这是鬼子的敢死队。敢死队，这是要跟咱拼命。对。哎，咱们弹药那么少，怎么办？拼呐！ 近一点再打。哎，
大豆鬼子坦克的炮塔。准备完毕。跑掉了。鬼子退了，怎么回事？哎，连长啊，连长，你看，援军来了。副长官，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长官好。你怎么穿警察衣服？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是。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我是临危受命。是。临危受命。一班长到，跟我走。是。真威风。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这不手榴弹吗？我忘了。忘了你当什么兵？なぜ戻ってきた？鋼を車に持って避難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大佐殿、規約基づき、砲とが焼い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装甲兵がなくともそう彼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部命令、石膏を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が来た。はい。はい。一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是。一班，跟我走。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你问这干什么呀？我得养家糊口啊。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哎，李连长，哎，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憋什么坏主意呢？多爷爷兵，小鬼子放毒气了！屏住呼吸，快捂住嘴，快！快夹住嘴，快把嘴捂上，快！快捂上！趴下，都趴下，把嘴捂上！喂，高营长，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你是谁？我是李本忠。李本忠，又是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啊！我又成营长了。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李本忠，拜托你了，把阵地给我守住。
啊！来，我听。喂，喂，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接了个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营长，长官什么命令？让咱们守住阵地。没得说的，营长，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弟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还有16个。弟兄们，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这是现在我说的算。守住阵地，跟小鬼子拼了！拼了！走！拼了！走！都检查弹药。营长，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样。哪儿来的？这就别管了，群上嘛。死了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谢谢老兵。营长，弟兄们，上刺刀！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营长，营长，你没事吧，营长？
我没事。你现在还能跑吗？能啊。怎么了？你去指挥部，跟方先觉师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小鬼子上来，就咱们俩，就能守住阵地？啊？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白死了吗？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这是命令，这是命令！我不去。快去！快去！那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哎，给我找点槟榔回来。是。要老乡摊牌的。好。命令你们火线入伍。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我要成营长了。你是谁？我是358团通信员，营长让我从草仙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是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是，鬼子用了毒气弹，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王八蛋！明天天亮之前，阵地不能丢，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是。薛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地阻挡住了敌人第6师团的进攻。伤亡如何？拼光了几个营。陆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也不乐观。
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命令罗卓英部就地构筑工事，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为什么？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薛长官，我的意见是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左支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是，我马上发电报。你们先在这儿隐蔽，我先上去看一下。我们先在这儿等等。营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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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喊？这儿呢，营长，营长，营长，我可找着你了。怎么样？增援部队来了吗？来了，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都在那儿等着呢。太好了，营长，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你一走以后啊，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我一看，嘿，一箱手榴弹，就是手榴弹，这一排全是子弹。哇！就这轻机枪，我不会上子弹。我会啊！进入阵地，走走走。怎么了，香兰？香兰，没事吧，香兰？香兰，咱们必须坚持一下。来，我帮你拿着。走，走。玉慧姐，营长啊，那之前部队里边还来了2个女的，其中有一个长得个儿又高，皮肤又白，还穿着旗袍，可漂亮了。兄弟，你多长时间没见这女的了啊？一会儿我给你说媒去，让她给你当媳妇儿。快到了，休息一下。香兰，万忠哥，哎，万忠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哭什么呀？别哭，别哭！哎呀，这枪林弹雨的，你跑这儿干嘛来呀？啊！我担心死你了，我以为你死了。我这不挺好的吗？让我看看。你看看，你没有受伤吧？没有。
你听我跟你说，这到处都是预警地雷，啊，一会儿小鬼子要发起进攻，太危险了，你快回去吧。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一会儿这小鬼子上来，砰的一枪就能打死人，你知道吗？多危险呢！回去。你怎么不听话呢？你听话，你回去，这太危险了。赶紧回去。哎，小警察，你怎么和香兰说话呢？她一个女孩容易吗？哎呀，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的，听说我们来前线采访，非跟着要过来。你不要这么凶她。行，等我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啊。你把她带回去，这太危险了。这大老远都来了，让香兰跟你说两句话。香兰，一会儿咱们山坡下集合，你抓紧点时间，别耽误她作战啊。小警察，你为了香兰也得照顾好自己，别老那么凶。走，这儿不安全。本忠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了个电话，让我当连长。连长啊。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营长啊，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2颗星。对，这是中校。哦，营长，知道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我看看。看得可远了。哎，反了。哎，我当时也这么看的。怎么看啊？那边，这只眼睛闭上。啊。哎，那个不用闭，往下看。看见了。看见没？本忠哥，哎，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胖儿子。放心吧，我命大。营长啊，鬼子要进攻了，快走！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本忠哥，我等你回来。好，快走吧，千万别走散了啊！放心吧，本忠哥。哎，你看。什么？槟榔。快走吧。吓坏了吧？你别怕。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4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3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鄂南和湘北2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万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事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龄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9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9战区应当考虑退路。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得打。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9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没错，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坚守得住。慈修，你有什么想法？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龄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龄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龄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的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委座，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报告罗副司令，薛长官来电。
命令罗卓英部在铜鼓山大独岭一线构筑防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当面之敌进攻步伐，卢塞失守，军法从事。徐悦。进退都不得好啊！与其退而亡，不如战而死。参谋长，有。命令全军改变撤退路线，转向大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止正面之敌南进。是。将軍殿、意外なことに106師団と最大師隊の進み具合が非常に早く、この様子ですと数日のうちに2隊は湘北の第6師団と調査で合流できます。だが湘北での戦線は進みが甘いぞ。自分が思うに第106師団と最大師隊が信濃軍の背後を包囲できたら敵は一気に潰せます。7日間での調査到達計画は達成可能です。106師団と最大師隊に期待を託すのみか。106師団と最大師隊に攻撃を強化するよう伝えろ。羅卓へを攻撃後、湘北へと入れ。湘北で我が軍と合流後、敵の第8軍、第15師団軍を包囲。攻撃しろ。はい。薛长官，怎么了？你们家老爷子神呢？下雨了？刚下。天助我也！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办法有了，吃掉106师团和佐治支队。我没听错吧？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图岭铜鼓山一线。敌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一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罗长官手上只有9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6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6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2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第8军在兴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3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8军来支援罗长官吧？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不可能。兴强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当年的红军有1天1夜击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的。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
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2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但是薛长官，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大师爷是不是电两声的？下这么大的雨，行军48小时走200公里，我们第8军是孙悟空啊，会飞呀！军长，我看呀，我们可以提高一些行军效率。怎么提速啊？去掉一些负担和辎重。不行，部队里就这么点家底儿，我要是扔了，不成了败家子了吗？绝对不行！加快速度！正面を守っていた信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だと？命令だ。即刻追撃、調査へ向かえ。はっ。将軍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ます。雨ごときに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の第6師団が抑えられるか。第8军到哪儿了？最新战报，第8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太慢了，3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军长，军长，报告军长，战区长官部命令，必须在45小时内赶到铜鼓山，全速前进。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一回败家子了。参谋长，到，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是，跑步前进。是。丢掉辎重，全速前进！丢掉辎重，全速前进！营长，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营长，我帮你把雨披回来。薛长官，正如你所料，老天帮了我们大忙。前方来电，第6师团最具有战斗力的机械化部队被大雨搁置在途中，几乎无法前行。106师团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就为我军河间106师团赢得了时间。我在想，
我们闪开了正面的防御阵地。冈村宁次会怎么想？節学の第8軍が正面の防衛線から離れたが、どこ行った？大雨に紛れての逃亡で行き先は不明であります。節学はまさか毛沢東の行軍の作戦を再現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奴は我が日本軍が機動部隊だ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んのか。移動速度では中国軍の比ではないんだぞ。報告。奈良市隊は大雨により戦車、大砲等がぬかるみに足取られ、前進が困難で雨上がりを待つ許可を。第6師団の連絡は？まだですが、おそらく状況は同じかと。部隊の戦闘力とは装備した武器のことではない。兵士の能力が最も重要である。我が帝国軍人は銃だけでも十分無敵である。重量武器を放棄。軽装備で前線に向かうよう伝えよう。急げ。はい。第8軍は一体どこへ行ったんだ？節学がまさか一番戦闘力のある第8軍を退かせ、密かに関北へ移動するつもりか。106師団と最大支隊を囲み、バンカレーの戦いを再現するつもりか。ありえません。この2点の距離は200キロほどもあり、第8軍は機動部隊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ような愚かな決断を下す指揮官はいないでしょう。相手は節学だ。戦場でどんなことをするやつかわからんやつだ。それはバンカレーの戦いで経験してるだろう。ですが今はバンカレーではなく、そして節学も同じ戦法は使わないでしょう。中国にはな、天の時は地の利にしかず、地の利は人の輪にしかずということがある。天が目を降らせ、我々の機動力を奪った。逆に2本足で走る者にとっては有利に働く。そうか。節学がこの雨を利用して速さで我々と競うつもりだ。あ、その点はご安心を。今の106師団は以前と違い英気に満ち溢れており、最大支隊も加えれば節学が全兵力をもってしても我が師団の半分すらも相手にできません。将軍殿、ご心配なら第6師団より一個大隊を動かし106師団に当てましょう。いや、106師団と最大支隊の包囲を解くには106師団を餌として節学に食いつかせ、その間に我が軍が直進し調査へ入る。木を囲んで趙を。ああよし。こうすれば包囲の緩んだ106師団は関北より湘北を指し、106師団は正面より奈良師団と合流。敵陣の包囲をなすのか。命令を下す。第6師団奈良支隊、軽装備で毎日50キロ調査へ進行。天気が回復次第、第3飛行隊は106師団の援護に回れ。他一定会了解我第8军撤出正面阵地去围歼第106师团的企图，他也一定不会从正面攻击的部队里抽出兵力去解106师团之围，而会将计就计，以凶狠的正面进攻来牵制我军。他玩的是围魏救赵的伎俩。
这样一来，我军正面第2道防线压力会非常大。可冈村宁次会忽视我民众的力量，他不会想到我湖南民众已经破坏了他前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使他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从施展。要想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关键还在于速度。对，围歼第106师团的战役一打响，冈村宁次就不会不有所顾忌。我湘北的部队不求全歼，只要能迟滞敌人的正面进攻，他的围魏救赵计划就会破产。命令罗卓英部加强向高安方向的移动，对敌106师团形成合围的态势。命令李玉堂部加快行军速度，尽快与罗卓英部会合。围歼106师团和佐治支队的战斗，务必在21日天黑之前打响。是。歩兵連隊は中華狂気軽装で前進、新垣川敵略を越え調査へ向かう。戦車連隊装甲大隊機長連隊は人を集め砲を運べ。必ず期日に間に合わせよ。進撃の際抵抗に遭えば迷わず殺せ。はい、や谢长官，李玉堂部已经抵达了106师团的外围了。好，命令李玉堂原地隐蔽，休整待命。好的。等等，再给罗副司令长官发一份电报。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指挥东线作战。告诉他，东线作战的目标是全歼敌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第3路大军在湘北会师，减少我军正面的压力。好的。由于天气的原因，日军在攻占了高安镇以后就避雨不进了，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围而歼之的大好机会。可目前的状况是，日军的106师团和佐治支队两兵合在了一处，形成了一块大铁坨。这样，我们想要一口吃掉他们，不容易了。整整1个半师团，要真能一举歼灭他，罗长官，那可是大捷呀！自开战以来，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辉煌的战果。宋军长，不是我长敌人志气，就以我们的兵员素质和装备，能够啃下敌人整整1个师团，就已经使劲吃奶的劲儿喽。没错，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虽然我们目前有4个军，但就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1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哎，罗长官，我们哪有4个军啊？李玉堂的第8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哦。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敌人的粮秣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正因为近，
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可铜鼓的地形是易进不易出，这就是鼓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鼓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鼓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有道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啊？报告，李军长，罗长官，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谢罗长官。大変だよ。忌々しい雨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なく、司令官殿の戦術では即刻湘北へ向かい第6師団に合流すべきなのに。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なぜだ。本支隊が傾向した両松はすでにつき、支那人の奴らどもは路角の防衛をしている。故に後方へ両松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奪うんだ。敵から奪うのは当然上策でしょう。ですが計画にない行動するのは。行く手を阻む支那軍は数軍あり、その数万を数える。奴らとて飯を食らう大量の糧松を供給する倉庫があるはずだ。命令だ。諜報部は視察して食料庫を探せ。飛行部隊は偵察の強化。突袭！突袭！天が大日本帝国軍に味方した。我々が敵の両松を求めた矢先、大食糧庫が見つかった。これはもしや罠で。罠だと？情報によると、支那軍は公安方面に集結しており、思うに支那軍の食料は奴らの仕掛けた罠であり、我々を二分させるつもりでは。それがどうしたんだ。もし別れたことで敵との決戦が待っているなら望むところじゃないか。将軍、地形を見るに東湖への唯一の道は東領道で、敵はこの滝に潜みさえすれば我々二個軍の連携を断ち切れます。参謀長、我が軍の進軍以来、支那軍は常に地形を利用して幾多も行く手を運んできた。公安、上府、虎渓山、いつでも危険に満ちていた。だが皇軍の進撃を止められましたが、東領道でも同様に進行を抑えられません。参謀長、何が心配だ。この地形はバンカレーに似通っており、支那軍は再現とばかりに兵を集め襲ってくるでしょう。バンカレー戦の再来は絶対にあってはならん。ラタクヤにもそんな能力はない。参謀長、気にしすぎ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本隊は支那各軍を横投げに打破せしめられる。師団長、ご命令を。東湖の食料を奪います。うん。やはり情報は正確を求められる。これ以上の上は許されん。陛下の衛兵たちに空腹で戦わせてはならん。空よりの偵察のみでは不十分です。派遣した偵察隊も戻る頃でしょう。聞いてまいります。斉田君、公安と東湖は50里ほどで、騎兵たちに視聴隊車両を守らせても1日で往復できるはずだ。荷下ろしが早ければおそらく日に2往復は可能です。
秘書兵連隊騎馬連隊の指揮官を任す。すぐに立て。食料を奪い次第騎兵の護送のもと可及的速やかに港湾へと運べ。第32军第98师师长王家本，到。命令你部监视佐治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回高安3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部工兵团配属给你。是。第8军军长李玉堂，到。命令你部隐蔽接敌。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是。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第49军军长刘多全到，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是。第6军军长甘礼初到，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是。第32军军长宋肯堂到，你部的2个师作为本次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增援各个战场。是。薛长官命令天黑以前发起进攻，我把总攻的时间定为傍晚6点，请大家对表。薛长官，如果罗卓英部能在6时左右向106师团发起进攻，一切就将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吗？老天。对。如果天一放晴，冈村宁次必定会派空军支援106师团。这样一来，罗卓英他们的压力就大了。我们和106师团的武器装备相差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从高安一带的地形来看，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而是看谁能打得更巧。第8军是我打万家岭战役的主力，我相信李玉堂深谙兵道，他知道如何才能出奇制胜。我ら106師団偵察隊の者だ。早く報告を。は。報告。我々は倉庫を爆破を送られてた品地をすでに射殺し、爆破装置を除いた上倉庫を制圧。結構。まさに天に守られているラ皇軍は車両に乗せよ港湾へと送る。はっ。報告。袋の中は米ではなく砂です。やめー！
狡猾な奴らめ。町中の全てのシナ人を捕らえてこい。はい。